Hello， 笨叔。Hello， 茶叔。可以吗？试试吧。好，看看现在目前还不错啊。我们已经上线了，没关系。对。好，那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叔中文又来了。那今天呢，我们茶叔跟笨叔今天来教大家10个重要的动词。那今天一样，我们会出10个题目，那么大家来看看你们能不能答对哦。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好，笨叔，你看得到画面吗？今天我比较卡死的状态。对，你现在有点卡。好，那我们现在呢，大家接下来有10道题目，如果你答对几题，你要写下来告诉我们啊。好，我们今天是动词小测验啊，那每题1分，总共有10分，看你能够得到几分啊。好，那我们的笨叔现在很卡，没关系，我们不要理他，我们直接开始哦。好，欢迎林子、佳佳、春娇，还有慧君。好。好，还有这个 Instagram 上面的朋友有我不会念你们的名字啊。好 ，OK，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题。他昨晚吃辣吃得太猛了，导致今天一直什么着肚子喊疼。好，那各位同学，这个你们现在看这个图就知道了啊。这个女生啊吃了太辣的东西，所以她现在什么着肚子喊疼。笨叔你回来了。我回来了啊，现在好多了感觉。好多了，好太多了。那笨叔你帮我们把选项的动词念一下吧。好啊，他一直把着肚子喊疼，撑着肚子喊疼，捂着肚子喊疼，还是端着肚子喊疼？好，那这一题呢，我们要选出最合适的选项啊。这题我知道答案，不过在台湾的说法可能不太一样啊。是吗？对。好，那等一下我来问笨叔可不可以接受台湾的说法。大家说。那各位同学，你们觉得这个女生这个女生现在是怎么样着肚子呢？她可能吃坏肚子了，辣吃的太多了，所以呢可能有一点腹泻或拉肚子啊。好，林子说撑着肚子喊疼，撑着肚子。好，还有没有同学给我们答案呢？在这个 Instagram 上面有一位同学叫马帅，欢迎啊。另外有一位同学说答案是 A， 把着肚子。然后佳佳说捂着肚子喊疼。好，然后周迪欢迎啊。然后这个春娇是说撑着肚子喊疼。哇，第一题就难到这么多。第一题我觉得其实有点难了啊，有点难哦。好，那我觉得选 B 的撑着肚子喊疼的比较多。C 捂跟端都没有人选啊，都没有人选。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好了啊，这题真的很难哦。好，正确的答案变数是什么？捂着肚子喊疼啊！捂着肚子喊疼。捂就是这样，捂眼睛，捂耳朵，捂鼻子，捂着鼻子。如果你觉得闻到很臭的味道，台湾竟然不一样吗？台湾的叫法，我们会说抱着肚子吧？对啊，捂住鼻子。我们会用抱着肚子，是吧？我们用抱着肚子喊疼啊，也会，我们也会说对，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捂着肚子，捂就是这样，捂耳朵。但你们会用抱更多是吗？对，我们基本上很少用捂这个字啊，除非是眼睛、耳朵会啊，肚子我们一般会用抱。眼睛、耳朵你们会用捂吧？对，会，对，但是肚子我们会用抱着肚子喊疼啊。好，那我们这题答案是捂着，捂着也可以啊，也可以想象那个动作啊，就是这样啊，觉得很臭啊，或看到可怕的东西，你会捂着眼睛啊，捂着眼睛，或听到很吵的声音，捂着耳朵啊。好，这题答案是捂着，哇，这题就没有人答对了耶。这题笨叔难倒大家了啊。好，我们来看第2题好了。
好，第二题看大家能不能答对。很难一些，对，比较难。好，变数来念一下。还是得查书你读，因为我这边有延迟，有点延迟啊，所以我房间里着火了，画面还是第一页。对，赶紧什么开门救孩子。对，好，房间里着火了，着火就是起火了我们可以说起火了就像英文的 on fire，赶紧就是 like hurry up， 快一点好，什么开门？好，这边注意这边是个补语，什么开门救孩子？孩子在房间里面很危险，因为房间着火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救孩子呢？我们可以 A 踹开门救孩子，或蹬开门救孩子，或踩开门救孩子，还是断开门救孩子。好，各位同学，你们要看这个图的动作去想象这个动词应该用哪一个，是用踹还是蹬还是踩还是断？好，这题的答案对，这个慧君有答对了好，这个Hello 佳妮来了好Ten 同学说是踹开门 ，Mr. Smith 是断开门，周迪是选什么？踩开门明川来了，明川也是踹开门好，我看 Instagram 上面有没有人回答？好踹选的是踹，有人选踩，佳妮觉得是踹开门，佳佳选断开门。好，那各位同学，你要想这个动作它是很用力的踢，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题的答案可能有点难。好，慧君说踹开门，那我们看标准答案吧。好，我们标准答案是踹开门，你们有没有答对？什么叫做踹？踹就是用力的踢，用力的用脚去踢所以踹开就是用力的用脚踢那个门，把门踢开来那可能有同学会问，老师为什么不能用蹬？蹬是用力踩，所以蹬是踩地，像如果这个是脚，这个是蹬，用力的踩地上，这个叫蹬。踹是用力的踢 kick hard， 然后蹬是 like step hard那踩没有用力，踩就是 step on 踩，蹬是用力的踩蹬是用力的踩。断开，我们中文不说断开门了断是把东西给 break 用断掉了把东西分开来叫断。所以这题你们有没有答对？这题的答案是踹开门。踹记得用力的踢叫踹那用力的在地上踩叫做蹬，用力踩叫蹬好，那断就是把东西分开来叫断好，比如说我可以把绳子弄断rope 绳子弄断好，这题是踹。那明川说踹蟑螂对不对？不对，蟑螂我们用踩的，因为蟑螂不需要用力对不对？你轻轻的一踩它就扁了，所以明川我们不会说蹬蟑螂，我们用踩蟑螂，因为你要把蟑螂踩死不需要用蹬的，因为蟑螂很小只很脆弱就死了，不需要蹬，蹬一定是踩一些比较硬的东西好的，踢开门林子，如果你说踢开门的话可以，但是呢踢的用力程度没有踹这么用力踢，而且我们还可以踢足球，但是你不能踹足球所以踢只是林子，我们可以说踹就是用力的踢踹就是用力的踢好，所以踹会更用力好，变数回来了又卡了好，我们再来看第三题好，变数你还在吗？现在应该好了，现在换成我自己的网了对那你念一下好了你可以念看得到吗
周末晚上大家在夜店舞池里跳舞，尽情什么动身体？好，我们有是 A 晃动身体 ，B 摇动身体 ，C 闪动身体，还是 D 扭动身体？哇，这题难啊！这题我觉得，当然我们知道答案只有一个哦。不过各位同学，你觉得答案是晃动，还是摇动，还是闪动，还是扭动？好，那各位同学注意哦，他们在夜店舞池里跳舞，你觉得跳舞我们会怎么样动身体？哦，好，那对，尽情变出什么叫尽情？尽情就是你特别的兴奋，你可以不考虑这个难过的事情，你就是要怎么开心怎么来，尽情。对，你想要怎么做你就开心的做，尽情的好，周迪问说夜店跟迪厅是一样的意思吗？迪厅听起来像上个世纪80年代，对啊，我们不会说迪就是 disco 的厅吧？那种感觉。对，disco 我们不说迪厅，太老了。我很少听到有人在讲迪厅了。夜店很多人说这可能是比较 dated expression 啊。好，我们看到明川说摇，然后这位同学说扭动身体，然后很多人选摇，佳佳也选摇动，不过呢，也有人选扭动身体，好，这题我觉得有点难倒大家了。有人选摇，有人选扭。好，当然答案只有一个，有人答对了，我们答案是扭动。茶叔，对茶叔也同意我，对吗？同意这个扭。没错，这题只能选扭那变叔为什么摇动身体不行？身体的话，一般我们说扭身体，摇可能这个。如果是跳舞啦，如果讲的是跳舞，我觉得一定用扭动身体，这是我们很常用的表达。各位同学，如果你在夜店里跳舞，你一定是在扭动身体那如果你是摇动身体，可能只有这样吧。晃动身体是什么意思？晃动可以吗？晃动身体，晃动身体听起来那个人好像没有意识了，他正在昏迷，你要把他晃醒，你这样晃动一个人。晃动，对，可能变叔昏倒了，我这样变叔醒一醒我在晃动变叔，在晃变叔好，那闪动基本上不会用在身体上面，对不对？闪动是用在哪里？对，闪动我觉得闪应该没有闪动身体，闪只是闪光灯，对吧？如果照相的时候，对，用那个光闪动，对，所以如果是光，我可能说，这样闪动，对闪动我会用在我会用在光上面这个叫闪动光的好，所以各位同学记得跳舞我们一般都用扭动扭动身体跳舞好，这题就很难了这题很难好，对，意思非常像，我们答案是扭动我们基本上我们会一个人昏倒了，我们去晃动他，晃一晃，醒醒，对你怎么昏倒了好，所以摇一般是你有一个什么奶昔奶茶呀，你要摇一摇。对，我们比如说这个饮料要摇动之后才能够喝对，才会用。我们也可以摇头，摇头就是说不行，可以摇头，不行。我们一般不说摇动身体，不会。对好，对，我们看第4题。好，来，变叔念一下。他把面条大口什么进嘴里？对，他把面条大口咽进嘴里，咬进嘴里，塞进嘴里，还是嚼进嘴里？这题呀，我觉得也很难。今天的动词考试有点难对，好，今天大家拿到，因为这些字都是跟嘴巴的动作有关系，咽进、咬进、塞进、嚼进。不过这题因为补语是进，所以只有一个答案。对，
很常跟这个进一起用的动词啊，这个补语是 like into Lucas 选了一个没有口的字。这个 Lucas 选塞进嘴里啊，然后有人说咽进，明川也是塞进嘴里，大部分的人都选塞啊，也有人选咽，少数人选咽，那咬跟嚼都没有人选啊，塞进嘴里。这题我觉得大家已经有共识了，就是用塞这个字啊。那到底对不对呢？我们看一下，答对了，塞进嘴里。好，那我们先解释一下好了，为什么用塞进嘴里？塞，因为有一个空间，可能我有东西我要塞进包里，塞到那个空间里面，所以进去，对吧？要塞进去。而且塞有一点是很满的那种感觉，很满，因为你可能肚子很饿了，所以你想要吃饱，都塞到这个嘴巴这个空间里。对，因为如果包的话，空间很多，可能是装进去，但是如果里边没有空间了，我会塞进去。已经很满了，你塞。那这个女生可能嘴巴里有别的面条了，但是她很饿，她还是继续塞对呀。那咽呢？咽是什么意思？咽进肚子里，我会因为咽是那个喉咙的动作。对，咽你已经是吞进肚子里面弄，像老师这个动作这样，查出这个动作是咽吞的感觉了，吞进去。对所以现在是嘴里，所以你要塞进去，但是因为还没有到从这儿开始，还没有到喉咙食道里面，所以你不能用咽，咽是这样下去了啊。那咬就当然是咬一口苹果，对吧？咬这样，咬一口苹果，咬对。那嚼就更不一样喽，各位同学，嚼就不一样的动作。变数嚼是怎么样？嚼就是咬完之后，在嘴里用你的牙嚼，对吧？嚼。所以我们比如说吃苹果，我们会先咬一口苹果，然后再用牙齿去嚼它，嚼完了咽进去，对吧？再咽进去好，所以这个动作刚好是对，有个咬，再来是嚼，再来你会咽进去这样大家就知道这些动作代表的意思所以我们说咽不下这口气然后 Tracy 说为什么要把抹布塞到口里就如果绑架一个人的时候 kidnap 绑架一个人说不要说话他会拿一块布塞到你的嘴里对好，很难好，第5题好的有些事情你应该睁一只眼什么一只眼对是藏一只眼合一只眼关一只眼还是闭一只眼我觉得这题应该不会太难了有些事情你应该睁一只眼，睁是什么意思？不能说睁就是打开眼睛，是睁对，我们中文说睁眼嘛睁眼说瞎话睁眼就是眼睛打开的状态睁眼那这里当然就会选的是把眼睛给 like closed 这样子对好我们什么一只眼这题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一个答案因为这是一个很常用的表达睁一只眼什么一只眼好睁一只眼美联很严谨美联都是来一个数字题选数字会写第5题什么答案美联很棒这题怎么大家都会闭一只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厉害好那我们就直接公布答案吧对好那大家知道这个俗语的意思吗什么叫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意思对有没有同学知道什么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那我们当然不用藏是把东西给藏起来对合在什么时候会用合呀如果就是我打开了一本书我会把这本书合上close the book 合上把书合上对关比较用在哪些部分关的话可能关门关窗户
我们可以说把电视关掉，对不对 ？Turn off。对，把电视关掉。对，这个电子的这种产品也可以把手机关起来把手机关起来所以可能用在门或窗或者是一些电子产品上面那闭的话，一定就是用在比较是人体器官的部分吧，眼睛闭眼，还有呢闭嘴。闭嘴shut up 闭嘴这个比较严厉一点shut up 中文就说闭嘴，你给我闭嘴。对比较严厉的说法。对，我听到有同学犯错误会说，那我关我的嘴我关我的眼睛就是错的。好，那 Lucas 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偷看批评偷看然后明川说就是不用太重视。好，明川的意思很接近了啦那Ben叔，我们什么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说你假装没有看到虽然你知道了，但是你假装没有看到。比如说因为这件事情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如果你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可能会有不好的结果。对，这件事情如果你把它揭穿了，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那你就或者没有，可能是没有很严重，你可以不在意，可能也是很严重，那你就不要去想它这个最适合的例子就是，比如说老公外遇了，被你发现了，那你不想要让这件事情越来越严重，影响孩子，对吗？可能因为影响孩子，或影响婚姻上学，对，因为老公外遇了，如果你让这个事情，你揭发了这个事情，那可能孩子你们要离婚，有可能，所以你不想让离婚这个事情发生，那你就假装不晓得。我对老公外遇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表示你假装不知道老公外遇了，为了孩子，为了婚姻，你只好假装不知道，这个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还涉及到中国文化了，因为觉得离婚是个很丢脸的事情，觉得家庭不幸福，会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而且有的女人会为了小孩所以就假装不晓得老公外遇了就像佳妮说的视而不见视而不见。对，你明明知道了或看到了，你假装没看到可能你为了还有别的情况可以用吗？有应该是有吧像 Tracy 说的，明明知道老公藏私房钱，但是妻子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Ben叔觉得这个例子可以吗？那就是那私房钱肯定是不多对因为太多老婆绝对不可能视而不见，对不对？对，这个 Tracy 的例子也可以，不一定要用在外遇上面不过通常是用在有些事情你可能知道了，可能有同学就是在考试的时候作弊我是监考老师，但是我觉得这个考试可能不是那个最重要的考试，是一个小测验，那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们作弊我当作没看到了，没关系对可以用在很多你视而不见的情况好，没问题。我们来看第6题。好，他用一根针什么爆气球他用一根针捅爆气球、扎爆气球、刺爆气球还是打爆气球？这题我觉得有点难好，大家首先注意针的量词是根一根针好，爆就是 bang 在这里当做补语好，气球就是这个东西叫气球这题有点难，捅破、扎破、刺破还是打破？不是捅爆、扎爆、刺爆还是打爆？还是打爆？打爆这个题很有意思好，来，答案是什么？扎爆、捅爆、刺爆、扎爆，很多人选的是扎爆气球这题我觉得蛮难的啦好，也有选刺的，对吧？刺爆。好，
我觉得选扎的比较多，他们有没有答对啊？我们看一下。好，扎爆，很棒啊！扎爆。好，那变叔，我们先讨论一下扎爆跟刺爆有什么不一样？如果那个补语是破的话，我觉得两个都可以，扎破气球和刺破气球。但是爆的话，就是刺爆就非常的很奇怪，对不对？不合理，对啊。如果是爆，如果是破啦，我当然觉得破你可以是刺破或扎破都没问题啊。这个就涉及到习惯的用法啊。我们很难去解释为什么不行，但是各位同学记得，如果我的补语是破，我们就用扎破或刺破都行。那如果是嘣，已经爆了，一般我们说扎爆，扎爆气球，扎爆气球。而且就是刺的话，它也是名词，也可以是那个，比如说鱼刺对，然后还有玫瑰上的刺玫瑰上的刺，所以用刺一般我们会扎，那个针好像一个刺一样，会这个扎嗓扎气球或者鱼刺扎了嗓子。对，好，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再说一次如果补语是破的话，你可以说扎破或扎破。但是补语因为是爆，我们一般是扎爆，扎爆气球，扎爆气球。那捅的动作就不一样咯，捅一般是怎么样的动作？捅可以看你用什么工具了，你也可以用手捅一捅别人。对，我如果用刀那就很危险了，我用刀捅一个人，那就捅死了啊。对，那如果是手指，你可能要跟一个人叫一个人，变叔，我会捅一下他，或者我用一个棍子，我的厕所堵了，对吧？马桶堵了，我可以拿一个棍子捅一捅马桶里面。那这个捅可以是棍子，可以是短的刀，也可以是手指头捅。就这种又长的感觉。最长的工具打爆是可以，但是它的动作是不一样的打就是用手了打。如果你是打爆气球，你是或者你这样你就不是拿针了可以用打爆，但是就不是这个涂的动作。打爆是那个感觉好的。好，这个 Tracy 说上次提过了扎是用针，对，没有错，针。Ben 说你们会讲针字吗？都讲针就可以了，不会针，就是针。Tracy 我们不说针字我们说针就可以了用针去扎用针去扎好，我们看第7题。好，他俩是好哥们儿，天天互相什么着肩膀？对，天天互相搂着肩膀，抱着肩膀，靠着肩膀，还是绕着肩膀？这题我觉得对学生可能有一点难，因为大家会觉得搂跟抱好像是一样的意思，对不对好，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可能靠不晓得对不对，绕也不晓得对不对好哥们，如果呢像我跟Ben叔关系很好，我们是好哥们就是关系虽然不是亲兄弟，但是呢关系很好，就好像亲兄弟一样，所以是哥们buddies 对吧？这种 buddy 那女生我们叫闺蜜嘛闺蜜对天天互相什么着肩膀那就是这个动作好抱着肩膀，搂着肩膀，好，这个是靠着肩膀我觉得 A 跟 B 都蛮多人用的Lucas 说搂着肩膀，但是搂是不是只能用在腰上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徐维说搂是不是用在情侣之间我觉得大家都有问到重点然后这个 Tracy 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再回答你我们先把这一题给这个回答同学周迪说是绕着肩膀都有人选呢绕着肩膀，靠着肩膀
这题真的太难了，我觉得对同学来说，这是 HSK 可以到6级了。如果不看图片的话，都可以，就是对，肯定有一个。不看图片有很多可能啊，有很多可能啊。好，明传也说绕，有些答案是不可能选了啊。好，我们就公布答案吧啊。答案是搂着肩膀啊，搂。好。分叔，你解释一下，搂着肩膀跟抱着肩膀有什么不一样？搂一般是一只胳膊这样的搂，对吧？搂，可以搂着腰，像这样搂着腰。对，跳舞的时候，对不对？跳舞我们会搂着对方的腰，对不对？搂着。对，上下都可以，搂着肩膀、搂着腰都可以。像这样是搂着肩膀，那你可以搂着腰，好像跳舞的时候，女生跟女生跳舞，会这样子。对。那搂跟抱到底有什么不同？抱一般是2只胳膊在你的那个怀里边，是这样的抱。好，而且呢，搂可能是因为搂的动作可能是比较像抱，但是搂可以搂着肩膀，也可以搂着腰，它可能不代表你是在抱一个人，但是抱一定是这样。抱一般是这种，有那个感情的小孩子 ，baby， 对，然后可能是你的宠物，你抱着猫。小猫抱着小狗，对不对？你抱着小孩，抱就是用双手把它给环绕住，这种感觉，抱，那搂可以是单手的，所以搂可能可以是跳舞的时候，或者是你像我们台湾说勾着肩膀啊，我们台湾会说勾着肩膀，可以搂着肩膀或勾着肩膀，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难那不过呢，这2个答案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也可以吧，靠是这样的，头靠着肩膀，动作不一样，如果是靠着肩膀，我可能会想成是2个人的肩膀靠在一起。那如果是也可能是头靠在他的肩膀，头的话，我就靠在他的肩膀上，对不对？我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如果我说互相靠着肩膀，说不定是肩膀靠近在一起也有可能。那如果是像有的女生小鸟依人靠在男生的肩膀上，那是他的头这样靠在男生的肩膀上。对，那绕着肩膀，我能想到一个情况，就是拿绳子，你要绑一个人，你绕着他的肩膀，这样绑。这个情况很少吧？这个情况很少啦。我觉得绕着肩膀基本上不会是我想象中的词汇。对，我没有办法想象是怎么样的情况啊。那搂就是单手，搂着单手，抱就是这样环抱着靠可能是肩膀靠着很近，可以用靠着肩膀。那也可能是女生把头靠在男生的肩膀上，也可以。那绕我觉得真的不常用没有不常用好，老师靠着桌子讲课，这个可以可以靠着桌子很近好，那刚刚这个大家听得懂吗好，然后刚刚这个 Tracy 问捅跟戳有什么不同？捅感觉更戳，戳的话感觉轻轻戳一下，捅感觉我觉得戳如果对戳一般更轻，而且通常用在手指上吧。对。只用在手指上，但是捅是用力的。对。而且呢，戳是不能用刀子的，捅可以用在工具上面，棍子、刀子可以用捅。戳一般就是好像用手戳一下，戳就是轻轻的，一般，而且一般只能用在手指上面。对，以前一般不用工具戳。对，对，以前玩过那个游戏，你要把纸戳破，对不对？把纸戳破那种游戏可以，那笔用工具也行，用笔戳一下也是轻的戳轻轻的戳是轻轻的，捅是比较用力的比较用力好，中文好难哦，那么多奇怪的词。如果你想提醒他，就戳他一下；如果你戳他一下就好，生他的气，你就捅他一下，用笔捅死他，不要用刀对，不要用刀好，我们看第8题。第8题很好的题目。他被石头什么倒了他被石头摔倒了，他被石头硌倒了，
他被石头挡倒了，还是他被石头绊倒了？好，这题我觉得很好，因为这个情境哦，大家可能会遇到，可是不晓得应该用什么样的动词。就是这个人走路之后，刚好前面有一块石头就，他就摔倒了。那这个动词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少接触到，这题很棒。好，绊倒了。林子说摔倒了。好，绊倒了。好，绊倒了，很多人选哦。好，这个题有陷阱啊，有陷阱。这题有陷阱啊，绊倒了。很好。不是很好，我不晓得答案哦。有的是结果，有的是那个这个动作啊，你要想想是动作还是结果。对。张家清是谁啊？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家清。张家清选 A 啊。好，Mr. Smith 每次都乱选，每次都选，不能说乱选啊，他每次都选的比较奇怪，挡倒了，摔倒了。好，这题我觉得就像Ben叔说的，有分那个原因跟最后的结果啊。好，这题的答案我们就告诉大家吧。这题的答案就是他被石头绊倒了。好，我们先研究一下 A 跟 D 的不同哦。Ben叔摔倒可以有各种各样摔倒的方法，可能是你不小心那个滑了一下，脚下滑了一下，摔倒了。或者是我觉得摔倒比较是，对，摔倒的话，我们一般不会说被什么摔倒了，一般说他摔倒了。这是一个结果。结果就是他在地上，不是站着了。对。那绊的话，一般是你走路的时候，你撞到或踩到一个东西之后，然后就发生了跌倒的结果。所以你可以说他被石头绊倒了。他被石头绊到了，然后跌倒了。可以这样说。那当然，这题的答案是结果跟原因都有了。一个是绊，然后就倒了，补语是倒。因为有被石头嘛，被石头呢就是绊倒了。所以我们如果用绊，一定有一个东西然后你可能撞到它或踩到它，所以你就跌倒了，摔倒了。所以这边因为有石头，它有一个东西，所以你是被这个东西给影响到，直接影响到，所以你摔倒了。好，这题答案是绊倒了。对。那如果是换成墙壁，就是撞到了。不过我们不会用，我们不会再用把句型了，我们会用它撞到墙壁了，对不对？他为什么要撞墙壁啊？就是他为了撞倒自己，他可能没有看路嘛，他撞到墙壁了。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撞倒了可以，特别比如说那个玩橄榄球 ，American， 那可能用撞倒了，对不对？对，撞到只是这样子而已。如果撞倒了，那个人就是跌倒了那个人就摔倒了。一定是这个倒，各位同学，倒一定是碰到之后那个人就跌到地上了对，所以如果是撞到了而已但是撞倒了，你已经摔倒在地上了。对，所以各位同学，补语就有很对，所以一个人先撞到一个人，然后把他撞倒了，撞倒在地上那一样，如果你说绊到了，那可能他没有跌倒，对不对？他可能只是还有一下，对不对？被绊倒了一下，绊了一下。他被绊到了一下，他没有跌倒。但是如果你用倒这个字，那他被绊到之后摔倒了，摔倒在地上。所以各位同学，补语的到只是 like touch only，但是倒就变成了you not only touch but also fall into the ground or onto the ground，所以意思就不一样对。这个我觉得中文真的好难好的，那这个不过我想请Ben叔解释一下硌倒是什么意思。硌就是说比如说你的脚踩到一个石头上面，你会觉得那个石头让你的脚不舒服，所以就是我的脚被一个石头硌了一下。对，可能这个石头这样子，你踩上去就哎呀，
痛一下这样。或者我的鞋里有东西硌脚鞋里好像有一个小石头硌脚。有的时候小的石头会掉到你鞋子里面，你就哎呀好痛，哎呀好那个感觉叫硌不过这个字在台湾比较少用比较少用。好，挡的话就更不一样了，挡是这样，挡就是这种不要过去挡住或者是挡光，对吧？挡一下挡光对或者好 OK 好，哎呀我觉得好难希望大家答对了好 OK 我们看第9题。这是第9题。我被凳子什么到腿了，疼死老娘了。我被凳子砸到腿了，撞到腿了，揍到腿了，还是碰到腿了？这题有难度哦。我被凳子各位同学我们也学一下凳子就是这样的椅子，通常它的脚比较长凳子，然后它是没有靠背的凳子是没有靠背的对那疼死老娘了，老娘就是有时候女生叫自己叫老娘是比较不是那么文雅的，就不是那种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是那么文雅的，没有，不是那么有文化的说法。英语要怎么说？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厉害的地位，觉得自己了不起，老娘这个女生通常当然不是一个很不是正式，而且不是很好听的一个方式。是说我的意思，但是这个要比别人都厉害，因为我是最厉害的那老娘，对，但是人家会不喜欢你这样叫他，感觉有一点粗鲁的感觉，对不对不是很有文化的感觉反过来，如果是男性，就是会说老子是我的意思，老子对那一样，这个不是很有文化的说法好Mr. Smith 说 B is for accidents OK 就是撞车子啦，车子撞到了对好，撞到了，碰到了好，我想很多人都是选撞到跟碰到好，那我们告诉大家答案吧，我们的答案是撞到腿了好，撞到腿了，为什么不能说碰到腿了？因为疼死了嘛，如果碰到了的话对，就不会很疼了。只是碰我觉得没有那么痛，碰只是稍微一点点而已可能你会说我被凳子碰到腿了有点痛对那撞就是真的很强，撞对很强的感觉所以疼死了疼死了就不可能只有碰到而已了，应该是撞到好，那砸到呢？砸就是你拿一个石头去砸玻璃、砸门、砸窗户、砸如果是砸，可能是比如说有花盆掉下来砸到你的头对或者有石头砸到你的脚就是这个东西是从一个可能从空中掉下来对砸到了那个感觉被砸到了对那因为凳子不是砸过来的，凳子是放在地上的所以你自己撞到它那砸可能是有人拿东西砸你的脚，砸一下对拿起来砸你的脚或者是可能空中有东西掉下来砸到你的头，砸到头对对，那这个揍揍就是那个用拳头打呀这样的punch 的那种感觉揍对像这个如果小孩很调皮的话妈妈就会说你再调皮我揍死你，我揍你的屁股对，我揍死你那小孩就不敢了揍就是其实就是通常是用手拳头去打你对好，有人说可是他是意外呀我觉得这个撞有就是其实撞你们都学到的是意外车祸之类的当然也可以用在车祸车子撞在一起但是也有那个力量的感觉力度在里边所以各位同学你们现在要学着撞的意思不只是车子或意外的时候用，比如说火车撞在一起当然可以但是你平常也有可能撞到人呢
对不对？对。你有可能撞到人 ，bump into someone，也可以用撞。你甚至用力一点是把人撞倒了，那这个人就跌倒到地上了好，对。那我要喜欢一个人，我肯定不会撞他，我可能会轻轻的碰他一下。碰他一下，干嘛呢？碰的力量就比较轻一点，对不对？撞他一下是我讨厌他，对吧？我过去的时候我撞他一下，对。撞就是这种感觉。那碰我可能喜欢这个人，碰一下嘛，那个感觉。好 ，OK。所以相信这样大家懂他的意思撞可能就像茶树这样，对，这个感觉好 ，OK， 我们再看下一题。这到底是第几题啊？第9题了吧？第9题。我明天要早起，必须用手机什么个闹钟？这里很棒。设个闹钟，装个闹钟，搞个闹钟，弄个闹钟，还是开个闹钟？这题很棒。每天生活都每天都用。比如说，各位同学，你们每天都拿着这个闹钟我今天6点半起床，我今天7点半起床，所以我是什么个闹钟？这题很重要希望你们答对。好，这题我觉得很棒。这个题目因为每天可能我们时间不一样，对啊，实用而且我们因为这是每天起床睡觉前第一件事。对，我们常常像我睡觉前一定会用手机什么个闹钟？我明天5点起床然后今天要直播我可能7点25要怎么样一个闹钟好，大家很统一的答案。设个闹钟，设个闹钟，设个闹钟，大家都选设耶，很厉害耶设个闹钟，很棒很棒都答对了。好，那我想这题为什么大家都会？就揭晓吧，大家都好吧，设个闹钟。好，我们为什么用设个闹钟？设置，因为是 setting 嘛，那个设置因为它是一个电子设备，你可以设置一下对，那你家里要没有，那你就对，也可以说设定也可以了设定或设置就是基本上设这个字是从设定或设置这个词简化来的所以我其实应该说设置闹钟，不过很复杂，我们就说设闹钟就好了。对，那这个是一个很常用的用法，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因为如果你没有学这个，比较像英文的 set up 的感觉设我们要设一下闹钟。我明天要跟Ben叔直播，我设一下闹钟，我明天早上要5点起床就可以这样说对，好，所以这题的答案就是设。好，请你记起来这题很棒好，我们再来看第10题。最后一题可以帮我什么一下这份文件吗？可以帮我订一下这份文件，贴一下这份文件，绑一下这份文件，还是记一下这份文件？好，这题很棒，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先不要告诉同学好了，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名称，这个名称你会了，你就知道答案了那我们有时候需要这个东西来帮我们把字给什么起来对或者把文件什么起来像茶叔现在这个动作，我们要把这个文件给什么起来。说不定在台湾这个东西跟大陆叫法不一样比较好奇，一会儿问问茶叔。应该一样吧？应该一样，因为看到答案我就知道应该是一样的说法。对，好有人说这个东西叫订书机，没有错好，林川说绑一下，好，定一下，好，大部分的同学都是选定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有同学说叫订书机了。对，好，那这题我想没有问题，那就揭晓吧。只有明川选绑。明川绑的话是用绳子用绳子绑如果用绑，我觉得可能这个我可能会在文件这边穿孔打个洞，然后然后你要绳子把它们绑起来。对，我可能会把它打一个洞，然后呢用绳子把它绑起来好，这题的答案是定那为什么呢？笨叔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叫订书机，对，订书机，所以跟这个东西的名字有关。
啊。所以这个东西叫订书机，我们就会用订在一起，用订书机把纸订一下，订在一起啊。对，好，所以大家也记得我们怎么用补语，我们可以说订在一起，订在一起。那你也可以说，帮我订一下好不好？对。那打孔机就是如果你要在纸上面穿孔打洞的话，我们会用打孔机啊，对，打一个洞，然后你可以打2个洞，再用刚刚明川说的用绳子把它绑起来。好，那变数我想最后告诉对，最后我想也提醒各位同学哦，订书机里面有那个针，我们要怎么说它？那个叫什么呀？就是订书钉啊，我们说订书钉。你们叫订书钉啊，我们叫订书针呢。都可以。对，里面那个东西啊。对，又像形状，又像针，又像那个钉，对吧？对，订书针、订书钉啊。好，各位同学，你们答对了几题呢？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呢？这10题你们答对了几题？订书钉啊，订书钉。好，怎么大家可能错太多题了，不好意思说。没有，大家在反应吧？答错7个今天。今天我因为上次好多同学说得了10分，所以这次我就对，我觉得今天的题目真的是比较难啊。这位同学说答错了，所以答错7题，然后林子答对6题 ，C 答对了1半啊，美莲答对7题。好，然后慧君答错2题，那就是答对7题，都不错啊，都不错。我觉得这种题目算偏难算有点中高程度了那答错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下次要用对下次要用对。今天的题目我也觉得蛮难的好，然后可能有一些用法有区域性的不同。不过其实都可以理解都可以理解。大家就是想一想，有的可能不止一个意思，有的动词像刚才说撞，它除了意外，还有就是那个力度比较大，所以可能有2个方面在这个动词。还有撞跟碰只是这样一下，撞是所以这个力度不同，还有补语不同，意思也不一样。对所以你说靠在肩膀上。对，那个语境对吧？那个你要有画面，对，肩膀靠在一起，或者靠在肩膀上，意思就不一样了所以大家学中文一定要特别重视那个语境，还有补语的不同，去了解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好，那今天呢，谢谢大家的参与。那这个大家周末快乐，已经周5晚上了，对，要记得留言，也祝大家周末愉快。留言说今天题目到底难不难呢？告诉我们是不是下次要出简单一点都告诉我们。好，那么我们下一次见吧。来，我们跟同学们说再见，拜拜。下周见，同学们，拜拜，拜拜。